那我昨天有说，我上一周的3首新歌，讲的可能是我与他人之间的故事所产生的灵感所写的3首新歌。那这一周，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那刚刚这首歌是我今年写的治愈3部曲的第1部曲，然后我也把它称为挣扎篇。对。那其实这首歌的故事，昨天也只讲了1/3，还没有讲完。那接下来我要讲我的第2个故事，也是接在好想我回来啊之后。对。其实我当时在写第1部曲的时候，确实像歌里所描述的一样，就很痛苦，然后挣扎，同时也很矛盾。对。然后但是后来我慢慢开始找到了一个解化的方式。对。其实大家可能知道，就是我其实很宅，对不对？就是从小到大都很宅，可能出道以前就是一个超级宅，然后出道之后就更宅了。对。然后那可能我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面，然后一直过着就是不断重复的生活，所以当心里面有一些心事，或者遇到一些痛苦的事情的时候，很难能够跳出来。所以直到有一天，二姐张歆艺，你们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有一次其实是有一年我在做那个直播，就是语音直播。应该是19年的时候吧。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在直播，我当时在家里面，然后我说等一下直播结束之后，我要去，二姐叫我去夜骑，你们记得吗？其实那一天，是我第1次夜骑，我从来没有夜骑过。然后二姐呢，那天晚上也突然叫我去夜骑，然后她和袁弘就是姐夫，二姐跟姐夫2个人就很可爱的骑了一个共享单车就过来找我，然后我就下去之后，然后他们教我怎么来去扫那个怎么弄，就是然后后来我们3个人就骑着自行车，大晚上在外面就是骑了很久。然后那一天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放松，就是同时那天晚上我也久违的睡了一个好觉。对。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我好像还挺喜欢这种方式，因为那一天我在骑车的时候，好像脑袋里面什么都没有想，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就是没有那么多想要去想那些不好的事情的那种经历，就认真的在享受外面的空气、吹风，然后骑着车，很舒服。
所以后来我就开始经常自己一个人骑自行车，在外面转一转，对。然后再到后来，我开始喜欢上这种生活方式，经常会自己一个人出去，走一走啊，马路上转一转啊，吃吃饭啊，然后找个小酒吧喝喝酒啊，然后有时候会，比如说去一个日料店里面，到晚上可能客人走光了，跟老板两个人，我们两个人开一瓶酒，能坐那里聊天喝酒喝一晚上。其实我们两个人不认识的，但是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然后可能我讲这个，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觉得哇，好像挺正常、挺普通的一件事情。可能，但是其实我想表达的是说，对我来说，它很不一样，因为它其实是改变了我的一种生活，从小到大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当我开始转变我的生活方式之后呢，好像就开始觉得这个世界还挺美好的。所以我当时就慢慢从挣扎里面开始跳出来，尝试去努力的好好的生活，好好的活着。然后我把我当时的这个状态也记录了下来。我今天呢想唱这首歌，这是我写的火星的治愈三部曲的第2部曲。这首歌我想也同时分享给可能会有跟我相同遭遇的人。我想告诉你们，其实如果你们和我一样，也许尝试换一种生活方式，可能会减轻一点你们的痛苦。所以接下来治愈三部曲的第2部曲，我称它为希望篇。我给它起了一个很浪漫的名字，叫做花落时相遇。我们都被人遗忘过，也在炽热中存在过。有时候你说怕没落，所以拼命要结果。过去啊，过去了，别管它，它会长出新的枝桠。现在呀，未来呀，属于你的啊。太多温柔在这里，太多期待在这里，这趟时光列车不曾停泊。哪怕恐惧再肆意，哪怕困境再无力，一切未知的也只是经过。靠近你，倾听你，相信你还没有放弃，陪伴你，拥抱你，给予你努力的意义。我们都大声欢笑过，也在深夜里痛哭过。有时候以为那是错，却是别人的寄托。过去啊，过去了，他也曾陪过你的
青春年华，现在呀，未来呀，世界还很大，太多温柔在这里，太多期待在这里，这趟时光列车不曾停泊。哪怕恐惧再肆意，哪怕困境再无力，一切未知的也只是经过。靠近你，倾听你，相信你还没有放弃，陪伴你，拥抱你，给予你动力的意义。将有一天你会遇见美好的一切，值得珍惜无数擦肩，无数相见，花开与花落。就算离别，将有一天你会拥有美好的生活。感谢在那每一次跌倒了以后，又重新来过。我们曾经的执着，不过星火闪过。将有一天你会遇见美好的一切，值得珍惜无数擦肩，无数相见，花开与花落。就算离别，将有一天你会拥有美好的生活。感谢在那每一次跌倒了以后，又重新来过。就算离别，将有一天你会遇见美好的一切，值得珍惜无数擦肩，无数相见，花开与花落。就算离别，将有一天你会拥有美好的生活。感谢在那每一次跌倒了以后，又重新来过。只要你笑容如昨，对我来说足